歡迎收看《北境不靜音》，我是北境。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今天特別的恐怖，夾在這兩位獨裁者中間，而且都在衝我笑特別的可怕，壓力很大。所以我想說說他們的好話。正如標題所言我說習近平是上天賜給中國人的一份禮物也可能有人想要罵我別着急。我今天会從2個層面去給大家分析為什麼。第一個層面呢，就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人都知道他有一位政敵叫薄熙來，那麼政治斗爭輸了之後，現在被關進秦城監獄裡了，對吧？那麼总有人在幻想，就是如果薄熙來上台會比習近平幹得好，中國人的日子會好一些。为什麼呢？他們是這麼認為的。首先，薄熙来的英文很好那麼口才很好這個形象也比習近平好等等，所以在這個國際舞台上可能會更讓西方的這些領導人喜歡，對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薄熙來在重慶所搞的唱紅打黑那一套，我們可以看到他比習近平更像毛澤東，他更善於發動群眾運動，他更善於這種造勢，以及把整個公檢法作為他個人私欲的工具。他是一個比習近平更心狠手辣的人你要看到這一點，你就明白為什麼當時的中共那些老人們最終會選擇習近平而不是薄熙來。因為中共這些老人們歸根結底他也是中國人，大部分的中國人都對一個字兒特別的恐懼，就是亂。因為中國一直在亂，对吧？哪怕49年之後也有很多場的混亂包括文革那10年的混亂，所以人們對於亂是非常恐懼的，不喜歡亂那中共那些老人也一樣，他們擔心亂，並不是說擔心中國人沒有好日子過啦，擔心這個天下的安危，不是的，他們只擔心自己的晚年會不會被清算。只要自己在有生之年，中國沒有大亂，讓他们安然的離世，這就是他們的願望。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選擇習近平，因為習近平看起來是一個相對保守的相對穩定一點的。雖然他會一點一點把中國鎖死，但是他不會像薄熙來那麼折騰，導致突然的一場大亂。所以中共的老人們就是憑這一點去選擇了習近平。那麼好，我們現在講，對於普通的中國人而言習近平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我過去也是很害怕亂因為我沒有孩子，所以我的想法原來很簡單。我知道中共這一套可能沒有辦法持續下去那麼我只希望我在我的有生之年不要發生戰爭不要天下大亂，能夠讓我把我自己想幹的事幹完安然離世就可以了。這就是我過去的想法。那由於我沒有孩子，所以我很少接觸到中國的這些年輕人小孩兒。那在疫情期間我接觸到了，然後我發現這個問題很大，就是習近平這個時代對於中國年輕人的洗腦感覺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在開倒車的感覺，這是讓你接受不了的我可以接受一個社會緩慢的進步，但我接受不了他開倒車。那麼但是我還是得說，習近平是上天送給中國人的一份禮物。為什麼呢？我們就來看這張圖習近平、金正恩。如果中國人你必須要選擇一位獨裁者當你的皇帝統治你的話，你選擇誰？就這2個選項，你選擇誰？肯定選習近平，不可能選金正恩，對吧？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是90%以上會選擇習近平吧，不會選擇金正恩，對不對？因為中國再怎麼樣，它也不是朝鮮，現在誰也不想過朝鮮那種日子，因為金正恩在朝鮮的統治是完全的扼殺掉了這個社會的活力，沒有任何的自由，文化自由、經濟自由、言論自由、穿衣服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沒有。朝鮮是一個完全被鎖死的社會。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年齡，70多歲、40多歲，差30年
就是我們當然知道，生命不是說每個人都肯定能活到80、90岁的，总有各種意外啊。但是，总体而言，你可以認為金正恩的統治時間會比習近平長，對吧？因為他年輕嘛。所以，如果中國現在是金正恩這麼一位獨裁者掌權，那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未來的可能40、50年、半個世紀，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他會把這個社會就是溫水煮青蛙，完全鎖死了。那當然，這個很符合一些中國人的要求，就是不要亂，不要打仗，不要天下不要大亂。但是這種情況下，你的日子會越過越慘。而且如果你有後代的話，那你有沒有考慮過他們呢？他們的童年，他們的青春，他們的人生，40、50年，也就把他们这一代再下一代全葬送掉了。那朝鮮人现在就是過這樣的日子，中國人你想過這樣的日子嗎？你還是希望有點改變，對不對？中國有一古話叫長痛不如短痛，是吧？你想過40、50年這種完全沒有自由鎖死的日子，還是在習近平治下有可能在未來的5年或者10年之後發生一個變化呢？因為如果中國能在5年或者10年內發生一場巨變的話，那對於現在的年輕人而言是 OK 的。你再忍5到10年，你的人生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你不會整個你的人生都耗費在這麼一個獨裁者的這一個時代裡，對吧？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說習近平是上天賜給中國的一份禮物。當然，這個禮物你不能白拿，是有代價的。這就是我上期節目講的這個代價有可能是什麼？有可能是一場戰爭，有可能是一段時間內的中國的內亂。中國人，如果你希望什麼都不要去付出代價，不要有戰爭，不要有內亂，不要有經濟下行，不要有通貨膨脹，什麼都不要有，那突然就是這個天神下凡了，上帝下來直接把中國變成一個特別好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可能嗎？不可能的。它是一份禮物，你也要為此付出代價。什麼代價呢？就是當一位年老的獨裁者，他的年齡越來越老的時候，他就越有可能鋌而走險。因為中國人他沒有什麼這種宗教方面的信仰，他更加的是聚焦在此生那我此生他是有野心的。雖然他想法我要活到150歲，他有非常好的醫療團隊，但是人是這個樣子的，這麼大歲數的人，今天早上起來這兒疼那兒疼，只要有一點點身體上的不對勁，他就會懷疑我是不是要死了，我還能活多久？這些共產黨員不相信死後的世界，其實你看他們活着的時候這麼為所欲為，你就知道他其實並不真的相信死後的那些報應，或者那些是他不可知的，他更想要在现在可控的範圍內去拿到自己的利益，去享受這個人生。所以他在越來越老，有一些生病的狀態的時候，他就會想到他這一生的抱負是什麼。你放眼全世界，所有的這種獨裁者在接近生命的這個終點的時候，他都會去做一些更大膽的事情上馬一些可以給自己青史留名的大工程然後或者比如說要去把台灣去拿回來，所謂的一個這個什麼祖國統一然後他想當千古一帝等等，這些野心他都會想要去實現的。所以不要從一個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說中國軍力到底能不能去抗衡這個世界，中國的經濟到底能不能，包括人口數量能不能支撐中國去發動一場戰爭，他才不管呢，他才不管呢。就像那些老人選擇他，对吧？是不想亂，不想自己被清算，他們也不管說我是不是選擇了一個廢物上台，那中國會不會會越來越糟糕，對吧？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大概最多再活10幾20年
啊，在習近平任期內他就死了，安安穩穩死去可以了。那麼這一位現在大權在握，而且他不用再往下交权了，他也不用考慮自己就是晚年被清算，对吧？这只要永遠拿住這個權力，那麼他就會有更高的要求，他就會想要實現他心中的一些野心。那麼這個實際上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機會，就是說你不用像這邊一樣，把你人生的這40-50年在完全沒有希望的狀態下，啊，最終從一個青蛙然後被煮熟了。你可以，你選擇的是這邊，或者說你沒得選，你就生活在這邊。所以看清楚這個現實，他總有一天會發瘋，會幹一些讓全世界瘋狂的事情，但是那對於中國和中國人而言是一個機會。會有短痛，會有很混亂的時期，甚至一場戰爭，有人死。但是如果中國人能夠抓住這一次機會，那麼就能迎來一個全新的未来。現在的還算年輕的中國人啊，哪怕40-50歲啊，那更別說30-40歲、20-30歲了，真的有希望，真的有希望。抓住那次機會，你的人生雖然最近的這10年或者未來的10年都很難過，但是後面可能會好起来，總好過朝鮮這一邊，對不對？好，今天我們就聊這麼多，感謝收看、訂閱、分享。